皇上，奴才看曹贵人挺开心的，怎么倒是皇上您有点不大高兴啊？为什么皇上听到曹贵人拿回温宜的抚养权感到开心到起飞时，他不仅没有感到高兴，反而觉得寒心呢？首先咱们来看，在曹贵人前来争取温宜的抚养权之前，华妃和曹贵人曾诬陷甄嬛在温宜的饮食中动了手脚。虽然此时的皇上相信甄嬛是被陷害的，但是他也相信华妃只是任性了一些，不会是这件事儿的主谋。所以当曹贵人端着一盆莲子前来试探皇上的时候，皇上故意说起万历朝有位景妃最喜欢利用亲子争宠，甚至为了争宠不惜让怀中的小儿发热，以此来引起皇上的注意。表面上皇上是在与曹贵人说闲话，实际上皇上也想听听曹贵人对这位景妃的做法是什么态度。臣妾若是万历帝，必定杀死景妃以正宫位。10月怀胎，一朝临产之苦，非为人母不能体会。景妃她身为人母去害其子，除非不是生母。很明显，曹贵人此话也是在影射温宜的饮食被动手脚一事。因为曹贵人是温宜的生母，所以他是不可能拿温宜的生命去开玩笑的。就算他动了手脚，那也是被迫的。在这深宫之中，能够威胁到曹贵人对自己女儿下手的能是谁呢？皇上不敢去想，毕竟在皇上的心目中，华妃顶多骄纵了些，他不愿意相信华妃竟然会对温宜下手。可曹贵人一副爱子心切的模样，令皇上不得不信，因此皇上对华妃所为实在是寒心。其次，咱们再来看看皇上试探完曹贵人对景妃所为的态度之后，皇上说了这么一句：莲子之心，不仅母亲有，父亲也有。可见皇上对温宜还是有怜惜之情的。加上曹贵人生温宜的时候，由于胎位不正，险些丧了命。温宜作为这宫里少数能活下来的孩子，皇上原本就因为华妃利用温宜争宠感到不舒服了。如今温宜还在华妃那儿受到了伤害，这你让皇上他怎么能接受呢？更何况这皇上对温宜除了怜惜之情，更多的还有父爱。不信咱们看皇上和曹贵人以及温宜相处的时候，皇上不但会放下皇帝的身份，像一个慈父般鞠躬着身体去哄温宜开心，而且皇上还对曹贵人说：你方才唱的那首歌很好听，再给温宜唱一遍。皇上是真的觉得曹贵人唱歌唱得好听吗？可拉倒吧，咱别忘了之前皇上还吐槽过曹贵人人如其名，不善弹唱，这会儿怎么又夸曹贵人唱歌好听了呢？唯一的解释就是皇上他自个儿想听曹贵人唱歌了，我是十分渴望能够得到母爱的，因为皇上从小养在贵妃身边，在贵妃那儿他不但没有得到足够的爱，而且他和他的生母也不亲，最关键的是他的生母一直利用他去为自己娘家谋福利，从来没有真心实意的去对待过他，这让皇上的内心很受伤，所以他不愿意让温宜重复自己的遭遇，甚至还会尽可能的给温宜带去更多的关爱。这也是为什么即便皇上不喜欢曹贵人，他还是会时不时的去曹贵人宫中。说到本事，从前在王府还是你得宠些，怎的如今倒不如他了？曹贵人不是有个女儿吗？从华妃和丽嫔谈话中很明显，曹贵人的恩宠来源于温宜。虽然华妃的性感妖娆对皇上是一种吸引，但是曹贵人的慈母之心对皇上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吸引呢？正是因为皇上从小缺乏母爱，所以他才会对温宜格外关爱。当然，皇上对温宜的关爱除了陪伴之外，更多的还是体现在生活的细节上。给温宜大办周岁宴这些常规操作咱就不说了，重点咱们来看皇上商量去圆明园名单的时候，曹贵人为了给华妃争取名额，故意抱着温宜去见皇上，并且在争取名额期间，曹贵人特意用华妃赏的步摇逗温宜。华妃娘娘每次带着这个步摇，公主都会笑，因此华妃便赐予臣妾，逗着公主玩。瞧瞧皇上这开心的模样。如果说这只是曹贵人为华妃争取名额的手段也就罢了，关键在温宜的饮食被动手脚当天，皇上派人去给温宜寻拨浪鼓，自己则抱着啼哭不止的温宜玩起了甄嬛头上的步摇。当初皇上只不过看到了曹贵人用步摇逗温宜，如今为了哄温宜，他还记得曹贵人的法子，可见皇上对温宜确实是用心了。既然如此疼爱温宜，他又怎么能接受他人伤害温宜呢？所以在得知华妃
不惜伤害温宜去争宠的时候，皇上一开始是不愿意相信华妃会这么心狠手辣的。但是当他听到曹贵人飞奔着去接温宜时，他不得不信。这也是为什么皇上他会感到寒心的原因。他既寒心华妃的所作所为，也寒心自己不作为，让温宜和自己经历了同样的遭遇。